喂，又发生群体事件了是吧？我没接到通报啊，哪个市？就是荆州，就是现在。光明峰拆迁区，钟伟，现在看来，这个光明峰下你并不光明啊！这李大康是怎么搞的？玉良书记，你别着急，我现在呢就去见大康书记。你还找他干什么？还来得及吗？你公安厅长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不要贻误战机，赶快出警，记住，绝不能发生流血事件，更不能死人，绝不能发生这种事儿。我知道了，玉良书记。童伟，发什么愣啊？玉良书记都急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急呢？我去把警图给你拿来。哎，你先别吵，让我想想。荆州市达康书记主管负责。你说我现在冲过去算什么？看达康书记笑话，玉良书记真是急糊涂了，这还没当上省委书记呢。这种时候能耍滑头吗？不是，这跟耍滑头没有关系。人要审时度势，头脑必须要清晰。省委副书记火冒三丈，指挥祁同伟去控制现场。他不仅不着急，还能冷静地分析局势。这个片段也演出了的祁同伟的心思有多么缜密。可对高玉良来说，新的省委书记刚上任没几天，副市长贪污出逃这个事还没结束，扭头又出了一个群体的火灾闹事事件。上面如果追责，第一个要审问的就是高玉良，而造成这次群体事件的主导人正是荆州市的市委书记李达康。书记，这火真不是我们拆迁队放的，火不是你们放的，假警察是你们干的吧？这是我组织的，书记，我这也是没办法。你说这厂拆迁太难了。那个书记，我跟你汇报一下啊，这个厂早就不属于大丰公司的了，它属于山水集团的。你说这工人就是不讲理的，一直站着。行了，具体事以后再说。你马上给我准备一台推土机啊，还拆啊？行，我这就准备。堂堂的市委书记竟然敢在群众面前用推土机强拆工厂，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狗急跳墙。李达康本能靠着光明峰项目跟高玉良对抗，可还没开始就因为丁义珍出事拖了后腿，现如今又因为大风厂拆除进度受阻，李达康可以说是急得不能再急了。他再怎么想也想不到自己的晋升之路会因为一群工人停滞不前。先说一下李达康为什么这么重视大风厂。这个地方本来是个快要倒闭的厂，可被规划到李达康的光明峰项目之后，估值涨到了10个亿。所以大风厂瞬间从破烂的倒闭厂变成了火热的风水宝地，这其中就吸引到了山水集团的高小琴。他抓住大风厂老板蔡成功缺钱的漏洞，借给他了几千万，随后打通银行的关系，不给蔡成功批贷款。这样一来，还不上钱的蔡成功就只能被高小琴起诉，而高小琴的背后还有祁同伟和高玉良这样的靠山，打了个招呼就让法院的院长陈清泉将大风厂的所有股权判给了高小琴。总结下来，就是高小琴利用手段掏了几千万，拿到了10个亿的土地工厂。原本一切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到了拆除大风厂时，却出了大问题。官瘾最大的陈岩石，作为原汉东省副检察长，曾经为了给大风厂的职工一份保障，对工厂进行了改革。老板只占一半的股权，剩余的股权都归职工所有，也就是让员工做自己的老板。可如今是老板借了钱，导致大风厂归给了别人。员工们得知后，自然是不愿意死活守在工厂里，不让山水集团的人靠近。本来一直就在僵持阶段，可高小琴却利用丁义珍事件钻了李达康的空子。他非常清楚，李达康现在就是架在火上的热蚂蚁，必须尽快做出点成绩，才能保住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找到李达康，一顿坑蒙拐骗，激进的李达康果然上了当，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夸下了海口。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话搁这儿。大风厂的厂房1个星期必须拆除，拆除不了，我跟市委拆你们的乌纱帽。不管是对李达康来说，还是对山水集团来说，大风厂都是必须要拆的，只不过就是怎么拆的问题。而高小琴在有了李达康的拍板之后，也有了十足的底气，竟然选择了暴力拆除。可大风厂的职工也都不是吃素的，直接拿上家伙，点着火把守在了厂门口。但一个不小心，还酿成了火灾，几十个人被烧伤，还有几个重伤。眼看情况越来越糟，李达康也只能先保证人的安全。消防车为什么还不到？正在疏通道路，马上。上运出去了吗？已经运出去了。让围观的群众都往后撤，千万不能再出现烧伤人员了。此时的李达康可以说是骑虎难下，再继续强拆下去，可能会增添新的人员伤亡。市委书记做个项目酿成火灾，还让几十个人受伤，这说出去，晋升之路可以说是到头了。但如果现在突然停手，李达康的结果将会更糟。大风厂强拆本来就是恶性事件，现如今还酿成火灾。这种行为表面上领导是装作看不见，但实则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给李达康表现的机会，让他把屁股擦干净，让光明峰的项目顺利进行下去。如果这时候李达康突然喊停，那摆明了就是打上面领导的脸，
这样一来，丁义珍的事件还没甩掉，将功补过的机会也变成了火上浇油。李达康别说是晋升没戏了，估计连官都做不成。但李达康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一直都是敢想敢干的实干家，他索性选择了放手一搏，让手下叫来推土机，准备继续强拆。达康书记，情况呢我了解了一下，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鸣枪示警，武力清场。赵局长，我要跟你说清楚啊，这个厂子里边有一个20吨的汽油库，如果任由大火这么蔓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齐店长，大家注意看，祁同伟在挂断高玉良的电话后是不打算来现场的。可就在仔细斟酌过后，一是高玉良给的压力，二就是自己作为公安厅长发生如此的恶性事件不赶到现场，简直就是失职。而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祁同伟考虑到了李达康现如今的困窘，他根本没有心思再去关斗。即使自己赶到现场，冲着表现，李达康就算再不满意，祁同伟都算是他的救命稻草。大家看祁同伟到场的前几句话就知道，直接点出了大风厂的致命隐患。20吨的汽油库这样一说，既能让李达康认为他是真的来帮自己的，也能凸显出公安厅长一阵见血的果断。所以这也是祁同伟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市民们，别开枪，保持理智，依法维权。李书记，祁厅长，怎么了这是？怎么出这么大的事儿啊？您怎么来了？不是，怎么还开了枪了呢？陈老，这儿您真不能待，我一会儿啊马上安排一个同志送陈老回去。不行，你得赶紧给我个喇叭，我去劝劝他们啊！陈老，现在情况非常紧张，我估计您也劝不了他们。是陈老，我们马上清场。市民们，你清什么场啊？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你再清场，那不激化矛盾吗？我原来是这个厂的，是我的一个点儿，我劝劝他们，咱们听。喇叭嘞，给我个，怎么又开枪了？你快命令他们别开枪！是厅长。临危不乱的李达康这时候已经彻底乱了阵脚，不仅说话结巴起来，就连眼神都变得慌张。可他就算再着急，好在脑子还算清醒。陈岩石作为老领导，同时还是老革命同志，他在这儿拼尽全力地喊着不要开枪。李达康如果再继续强行清场，那简直就是跟老革命同志对着干。而刚才提出鸣枪建议的祁同伟更是稳如老狗，丝毫不跟陈岩石对着干。但其实陈岩石这时候出现，对李达康来说才是真正的救命稻草。就像我前面所讲的，李达康不是不想停手，而是他不能停。现在陈岩石这么强行的阻止，李达康可以自然的顺着他的话停止强拆。我到过这个厂每一个车间，我熟悉这个厂每一个角落，因为当年这个厂是我亲手改的制，是我主持搞的员工持股试点。今天你们的股权没了，那是你们一辈子的心血呀，全家老小都指着他呢。拆迁之后，你们还要面临着失业、丢饭碗。我知道你们心里很难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欲哭无泪啊。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来争取大家的权益。强拆事件好不容易平息，可祁同伟却在工人离开之后又跳了出来。他建议李达康强拆最好的机会就是现在。这些工人能赶走第一次，第二次可就是难上加难。祁厅长，你的建议好啊。那个石田队长呢？叫来。看到这里，你们应该都明白，整件事情的幕后推手都是祁同伟了吧？可以说，从第一集丁义珍事件开始，所有的事情发展都是祁同伟推着走的。山水集团跟大风厂本来就一直僵持，现如今他借着李达康的手强拆，让高小琴拿到了地，获得了好处，自己也能分一杯羹，同时还解决了李达康的燃眉之急，卖了他一个人情。就算二次强拆又出了问题，下命令的人也是李达康，自己顶多就是个给建议的人，根本受不到多大的牵连。从接到高玉良电话，担心去现场会让李达康误会，最后借着李达康的手清除障碍，还让李达康记住他的人情。不得不说，祁同伟确实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而表示认同的李达康也找到陈岩石，劝说希望可以进行二次强拆。但他没想到的是，陈岩石这个老干部稳稳当当了一辈子，他心里面只有老百姓，只要是牵扯到大风厂员工的个人利益，说什么他都死活不同意强拆。不是，那老百姓也不能是犯罪的挡箭牌呀，您也不应该做他们的靠山。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没有您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对抗到现在。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认为我是老百姓犯罪的挡箭牌啊？你知道他们为啥要对抗啊？就是因为不法商人坑了他们，害了他们。我为这事儿，我给你李达康打过电话，写过信，你理都不理啊？不客气的讲，
今天这事儿，你李达康和你们市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得不说，陈岩石真的是一个实在人，工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说是被黑心商人坑了，他就让李达康依法办事，找到嫌疑人赔钱。而他不知道背后的人就是高小琴，而高小琴的靠山祁同伟此时就站在旁边。从一开始，祁同伟就想着李达康就能说服陈岩石，可眼看不行，担心有后患的祁同伟也开始了辅助功能。陈老，您话要是这么说就严重了，政府也从来没有说过今天晚上不拆呀。是啊，政府从来没说过不拆啊。我说过呀，你们二位同意我去趟这趟雷了，现在我老头子踩在雷上了，你们又不管了。李达康书记，祁厅长，我求求你们好不好？今天晚上说啥也不能拆，咱们再不能激化矛盾了。陈老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你们非要拆是吧？如果今天晚上你们非要拆，那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哎，陈老，要我说，这个陈岩石就是官瘾大。如果说是真的为人民考虑，还能理解，但陈岩石很明显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明明是个退休的老干部，但自己偏要在大风厂员工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他在，大风厂就拆不了。就算祁同伟和李达康搬出政府，都无法说服他。在陈岩石心里，只要是他说出口的，就必须要做到，甭管谁来都不好使。自己的面子可以说是吃遍全汉东省。随后，陈岩石就再次冲进了现场，可遭到阻拦的他，一气之下就拨通了高玉良的电话。